如果1个小时可以赚200美金，但是你必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。首先自己不会有危险，也不是杀人放火去危害他人，但是会触犯法律，你会去做吗？老板会给每个人发一张信用卡，几分钟后你只需要去商店买一些值钱的商品，不用自己花钱，使用信用卡付款就可以，把买到的东西带回来，老板就会付钱给你，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艾米丽对这些卡的来源提出了疑问，老板回答的也很干脆，信用卡账号是偷来的，但不管信用卡能不能用，想赚钱就得相信他。面对6万美金欠款压力，艾米丽决定冒险试一试，可她刚走进商店就心虚了，开始四处张望查看周围的环境，并随手拿了个帽子戴在头上。很快，艾米丽推着一个大件商品去结账。等收银员扫描商品标签后，艾米丽从钱包中拿出了那张信用卡，她尽量表现得和平常一样，熟练的刷卡后将它放回了包内，抬起头看了一眼收银员，又看向了结账台。商品的价值竟然高达2000美金。艾米丽并不知道信用卡能不能用，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秒，对她来说也是一种煎熬。终于扣款成功，艾米丽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但又不能表现出来。拿过账单后，推着东西走了出去，可刚没走几步，突然一名店员从背后叫住了她，大声问她：“你付钱了吗？”艾米丽转过头表示没听清。Sorry。店员指着帽子说了句：“帽子好像没付钱。”虚惊一场的艾米丽赶紧摘下帽子，不好意思地还给了他。可她的内心着实慌的一批。按照流程，艾米丽把价值2000美金的商品交给了老板，成功的取得了200美金的报酬。老板顺便给了她一个手机，明天你可以选择做另一份工作，但这一次会有一定的难度，而报酬将会达到2000美金。艾米丽其实是哈佛商学院的高材生，不过天不遂人愿，大好的前途因为某些原因被判犯了重罪。虽然成功打赢了官司，但是经过此事之后，艾米丽的律师费、学生贷款和生活费逐渐压垮了她。孤身一人的她还要照顾自己的祖母，无奈之下只能放弃继续学习的机会，出来打工赚钱养家。如果1个小时就可以赚取2000美金，这就相当于天上掉馅饼。可艾米丽也很清楚，如果自己可以赚2000美金，那老板很可能让自己去购买2万甚至20万高价值的东西，万一失败了，自己很可能就翻不了身了。犹豫再三后，艾米丽直接把手机扔进了垃圾箱。可刚走出门，就听到手机接收短信息的声音，她又连忙从垃圾箱中翻出手机，抱着侥幸的心理决定再试一试。很快，艾米丽见到了昨天的老板，老板交给艾米丽一张无限额的黑卡，一张印有自己头像的驾照和一张银行支票，并告诉艾米丽任务的细节。当你购买这辆商品时，银行就会联系供应商，因此一旦刷了卡，艾米丽只有8分钟的时间离开。8分钟后，他们就会知道这张卡是假的。艾米丽听后有些心慌，急忙问老板会不会有危险。老板还是那句话，选择权完全在自己。虽然任务没办法保证人身安全，但艾米丽还是走进了广场内的隐秘房间。起初一切进展顺利，艾米丽要全款购买一辆汽车，但是艾米丽并不想去试驾。老板有些纳闷，不试驾就买车还是头一次见到。艾米丽只是说自己的男朋友昨天已经试过，自己可以直接付款。她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支票，老板接过支票查验了一下真伪，看没问题，问剩下的钱如何支付。很快，艾米丽把黑卡和驾照递给老板。有了上一次购物的经验，艾米丽显得非常淡定。就当老板刷下黑卡时，艾米丽小心地转动眼球，看向了一旁的电子表，显示时间2点41。接下来的一切流程她必须要在8分钟内完成。等刷卡成功后，老板又让艾米丽填写一张声明。时间已经过了2分钟，等她填完表格，小弟带着艾米丽走向了一辆崭新的黑色汽车。两人一路上还有说有笑。就当艾米丽发动引擎时，小弟突然接到了老板的电话。他看向了车内的艾米丽，敲了敲窗户，示意艾米丽打开车窗让他等一会儿。艾米丽赶紧看了眼正前方，见大门敞开着，小弟却告诉他因为一点小原因需要返回办公室一趟。艾米丽做贼心虚犹豫了，没想到小弟直接硬来，打开车门把艾米丽硬拉了出来。艾米丽反击后立即上车，一脚油门踩到底。现在要是回去肯定完蛋，信用卡诈骗直接演变成了抢劫。可刚走没多远，鼻子一阵剧疼。艾米丽一个急刹后，发现刚才撞破了鼻子，本能的回头看了一眼，只见小弟开着一辆宝马气冲冲的追来。艾米丽一路狂奔，想通过转弯甩掉他，却不料被一辆货车拦住了去路。艾米丽只能停了下来，通过后视镜看到了后面同样停下来的小弟。她赶紧从包里取出一个罐装物体，居然开门后径直走向男人，还没等男人说话，直接把喷雾朝着男人一顿狂喷。关键时刻防狼喷雾救了自己一命，小弟只能眼睁睁看着艾米丽驾车而逃。很快，艾米丽驾驶汽车来到了目的地，她愤怒地举起钥匙一把摔给了老板，气冲冲地找老板要钱。虽然过程略显曲折，但是艾米丽总算成功赚取了2000美金。看着狂吐不止的艾米丽，老板出来帮忙，并好心的要把她送回家。行驶的途中，老板问她：“你没有其他方法赚钱吗？”艾米丽没看他回了一句同样的话。
可由于偷车，艾米丽一天没有去上班，第二天就遭到了领导的为难。艾米丽心一横，干脆不上班了。再一次找到了老板，老板对艾米丽也是心生好感，决定把自己作案的流程交给她。一台笔记本可以偷取有效的信用卡账号，当然偷取的办法只有老板自己知道，外加一台信用卡制作机。有了这2样，就可以轻松获取一张他人的信用卡。一切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此卡能不能使用呢？在读卡器上轻轻一刷，听到嘟的一声，便是听到了金钱的声音。艾米丽也想试着操作一下，老板看她太过温柔，力道不够，便手把手的教了一遍。艾米丽心想，竟敢趁机吃我豆腐。很快，老板把艾米丽带到了一个仓库，仓库内堆满了信用卡偷换来的商品。而从事这个犯法的行业，有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：不要乱用自动取款机，不要在家里与自己的客户见面，还有最重要的一项，1周内同一家店铺只允许去1次。老板把机器交给艾米丽，因为此后会和大量的现金打交道，老板不放心艾米丽，就问她有什么防身工具。艾米丽只有一个防狼喷雾，偷黑车的时候已经操作过，用得非常熟练，但在老板看来太过业余。他打开一旁的柜子，从里面拿出来一个电击器，如果做完这些账号再给他打电话。回到家后，艾米丽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制卡工作。第2天就开始了交易活动，她把交易地点选在了空旷的停车场。等老黑赶到后，看了眼商品，很是满意，但是看艾米丽是个女的，本来600美金的东西，黑哥却只说给300美金。艾米丽的第1单就遇到了问题，老黑坚持已经在网上商量好了300美金的价格。就当艾米丽拿出手机想要查看聊天记录时，老黑一把夺过手机，再次强调了一遍300美金。艾米丽不禁问道：大白天的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抢吗？老黑说是的，不然你可以报警，并强调给你300不错了，没白抢你的，算给你面子了。艾米丽赶紧认怂。就当拿回自己手机后，她赶紧盖上后备箱躲回了车内，一言不合就要开溜。老黑却急了，急忙往上加价，最后也只能向艾米丽妥协。等艾米丽收到现金，老黑又突然冒出一句话：What else you got？从此以后，艾米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制卡工具一天天用得愈加熟练，那咔哧咔哧的机械声简直成了世间最动听的音乐。白天戴着帽子去商场选购昂贵的商品，为了谨慎，他把交易时间放在了晚上。而车内的货物变得越来越多，收钱的方式也越来越流利。时间一长，大把的现金总要找个地方存，可银行肯定不行。艾米丽便从网上订购了一台保险箱，她高兴地躺在床上，终于摆脱了一贫如洗的糟糕生活。很快，自己的信用卡账号用完了，她拿着分成找到了老板，希望能够再来一些。老板一如既往的干脆利落，看了眼现金，便决定再给艾米丽一些账号，更大的账户，更大的限制，可以交易更贵的商品。而盗窃这些账号只需要几分钟。艾米丽坐在一旁夸起了老板的办公室，可老板尴尬的笑一笑，说自己非常讨厌这个地方。突然，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他们谈话，老板显得有些慌张，急忙向男人解释艾米丽手机丢在了这里。可男人压根不信，男人是老板的表弟，也是他的合伙人，之前的交易艾米丽都有见过。但是从现场尴尬的氛围可以看出，老板交给艾米丽的东西表弟并不知情。一向人狠话不多的他没有多说，走出了办公室。毕竟他们从事的是非法行业，任何一个人的失误都可能会导致整个团伙的灭亡。表弟知道后有些生气，老板也只能追出去，急忙做出解释。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。就当艾米丽回家时，突然出来一个男人，用手挡住了门，推开门后直接把艾米丽压在了地上，用刀片抵住了她的脖子。男人知道艾米丽发财了，他求财不求名，希望艾米丽尽快说出现金藏在哪里，否则就会割开她的喉咙。钱那有命重要，识趣的艾米丽赶紧交代了保险箱的位置。和男人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女友，女友拿过保险箱后，当着艾米丽的面打开，里面竟有足足15000美金，这下赚大发了。不仅如此，还顺便带走了一只宠物狗。临走前恶狠狠地告诉艾米丽，我知道你家的位置，最好老实点。等门关上后，惊慌失措的艾米丽赶紧起身，她喘着粗气，连忙查看脖子有没有受伤。可辛辛苦苦搞的钱就这样付之东流，她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气。趁着还有时间，她从包里拿出电击器，走下楼后，慢慢地走向还没有离开的皮卡车。就当两人还沉浸在抢劫的快乐中，完全忽视了即将到来的反击，艾米丽直接电晕了男人。女人看到后吓坏了，也被艾米丽拖出车后压在了地上。她从女人的包中找到身份证，还给了她同样一句话：我也知道你的地址了，以后老实点。说完，拿起女人的包和宠物狗离开了现场。多么神奇的社会，不是偷就是抢，没点胆识，受欺负的只能是自己。这天，艾米丽在聚会上遇到了老板，两人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。回家的路上走了没几步就抱在了一起，两个人互相喜欢。老板从不嫌弃艾米丽，把她带回了老家看望自己的母亲，结果却在这里碰到了自己的表弟。本以为是一场欢乐的聚会，表弟却拿出了一段视频，视频显示戴帽子的女人是个犯罪嫌疑人，她在1周内去了同一个商场进行信用卡诈骗，而且视频被警察放到了网上。他们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眼前的艾米丽。艾米丽赶紧咽了下口水，表弟说道：如果警察找到了你，肯定会牵连他们，到时候都得遭殃。老板刚要打圆场，就被表弟一口堵了回去，因为老板曾经告诉过表弟，和艾米丽的交易只是一次性，而现在很明显你已经把他搞了，只把我蒙在其中。艾米丽听到表弟口无遮拦后，直接回击他：你再说一遍试试。表弟则赶紧夸艾米丽脾气牛，比老板强多了。没想到就是艾米丽的硬脾气招来了可怕的后果。这天，艾米丽开着车来接老板时，老板却气冲冲地上了车。艾米丽一看老板脸上满是伤口，想要询问缘由，从不生气的老板却告诉艾米丽赶紧
开车。艾米丽见情况不对，只能先开车。回家后才知道，老板被表弟踢了出来，而且1分钱报酬都没有给他，丝毫不顾及兄弟感情。他本来去找表弟讨工作，表弟却说：“你现在和艾米丽一起工作，为什么还来找他？”老板咽不下这口气，决定来场狠的。先是仓库，然后是办公室，他要洗劫所有的现金和银行账户，并希望艾米丽也一起加入。可艾米丽觉得抢劫和信用卡诈骗是完全不同的性质，她犹豫了。但是即便老板一个人去，表弟也会怀疑到艾米丽身上，两人已经成了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。艾米丽为此事一夜未眠，白天还要参加新工作的面试，可面试进行的并不顺利。人事经理知道艾米丽的简历后，决定给她一个实习岗位的工作。尽管这个岗位很有竞争力，但是艾米丽完全接受不了6个月没有工资的工作，最后搞得不欢而散，没有了后路。这也让艾米丽有了和老板一起报复表弟的决心。很快，两人来到了仓库，可眼前的场景惊呆了他们，仓库一夜之间竟然被搬空了。他们赶紧马不停蹄地来到办公室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所有的人和材料都没有了。老板又拿起电话，赶紧联系银行，想看看银行账户的信息，结果可想而知，表弟一点没有剩。老板有些崩溃，开始指责艾米丽不遵守规则，竟然1周内去同一家商店行骗2次，想让艾米丽赶紧离开自己的视线。但艾米丽觉得不完全是自己的原因，她告诉老板，表弟一直以来就占尽老板便宜，逆来顺受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。老板终于忍不住，开始破口大骂。崩溃的他拿起椅子，愤怒地砸向地面，让艾米丽赶紧滚。艾米丽冷静片刻后，询问老板表弟现在的所在地。他不会忍受老板被这样欺负，开始了一场反击战。艾米丽回到自己工作的餐厅，从后厨找到了一些绑带和一把壁纸刀。老板很快查到了表弟居住的地方，两人开上车，连夜前往加利福尼亚州，把车停在了一栋别墅前面。艾米丽提着包朝着门走去，轻轻敲打几声后，一个男人来应门。艾米丽假装自己是使用信用卡购买来的东西，来找表弟换取现金。可当男人刚出门想要一探究竟，艾米丽突然从背后拿出电击器，顺利击倒了男人。老板赶紧走过来踢了他2脚，男人并没有晕过去，因为还需要他解锁自己的手机。通过男人，他们知道里面还有几个彪形大汉是表弟的保镖，强攻不成只能智取。两人悄悄地摸进门，利用手机短信给保镖发消息，成功骗走他们后，两人再悄悄地走进了表弟的卧室。床上放着一个笔记本，满屋子都是浴室淋浴的声音。艾米丽小心地走近查看，却看到里面空无一人。就当他回头时，表弟突然出现，拿着瓶子狠狠地敲在了老板头上，直接把他拍倒在地。表弟看着艾米丽问他怎么会在这里。艾米丽看了眼老板，赶紧拿出电击枪上前攻击，却被表弟推倒了。他狠狠地掐住艾米丽的脖子，就在艾米丽要断气时，艾米丽从腰间拿出了壁纸刀，直接伤到了表弟的肚子。艾米丽瞬间转手为攻，在艾米丽的胁迫下，表弟乖乖交代了现在藏在冰箱里。艾米丽找到现金后回到卧室，把电话丢给了表弟，让他叫救护车，自己则扶着受伤的老板走出了别墅。可是老板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两人上车后，老板已经开始变得昏昏沉沉。艾米丽想要开车，可钥匙在老板那里，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。这时老板竟也晕了过去。突然周围警笛声响起，艾米丽喘着粗气，心情越来越紧张。犹豫片刻后，看向了一旁装有现金的袋子，对着老板说了句对不起，抱着黑色袋子就离开了汽车。走在路上还不时地回头看一眼。等他踉踉跄跄地走向公交车站，一摸脸才发现脸上的血迹，赶紧脱下上衣把脸擦干净。坐上公交车后才长舒了一口气。到了第2天，警察小队一脚踹开了房门，他们经过线索找到了艾米丽的家，可艾米丽早就消失了。等她再次出现，已经来到了国外的边陲小镇，开始了自由的新生活，也是自己梦想中的生活。但是钱总会有花光的一天，如何维持接下来的生活成为了新的难题。终于，艾米丽决定重操旧业，走上了老板的步伐。面对几个新人，艾米丽告诉他们，接下来的1个小时，每个人都可以赚取200美元现金，但是你们需要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，不是杀人放火，也不会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，就只是会触犯法律。如果想做的可以留下来，决定权在你们自己。